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故事。那一艘游轮在海上沉没了，有5个人活了下来，他们分别是新娘、新郎、伴郎、小水手和老水手。但是呢，这5个人被海浪冲到了2个不同的岛屿上，新郎和伴郎在一个岛屿上，另外3个人在另一个岛屿上。但是呢，这2个岛屿离得并不远。新娘呢，为了回到新郎的身边，于是呢，请老水手帮忙。但是老水手说：“我什么都做不了。”新娘没有办法，只能去找小水手。小水手说：“我可以帮你造一条小船，但是在岛上的这段时间，你需要做我的临时爱人。”新娘没有办法，只能答应下来。不久以后呢，这条小船就造好了。新娘呢，就坐着这条小船回到了新郎的身边。新郎一听，非常的生气，觉得新娘已经出轨，所以必须分手。这个时候，伴郎跳出来说：“我其实已经爱了新娘很久了，并且呢，他向新娘求婚。”于是，新娘和伴郎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这个故事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狗血？但是其实呢，它是某世界500强公司的一道面试题。这个面试题的问题就在于，他想让面试者给这5个人排一个序。从你最愿意打交道到你最不愿意打交道，来给他们排一个序。其实这样的题目呢，并没有标准答案，也就是说，答案并不是唯一的。公司呢，也只想通过这样一道题目来看一看，面试者的价值观。就比如说这个新娘吧，她做事呢非常的有干劲，目标也很明确，但是呢有点不择手段，并且呢她对之后新郎的反应，那种估计也并不。估计不足，所以最终其实他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而那个小水手呢，他看起来他就是在那个占新娘的便宜，但是他的优点又在于他其实也挺守信用的，因为最后他帮新娘造了一条小船，让新娘回到了新郎的身边。所以就是每个人物他都有他好的一面，也有他不好的一面，就看你觉得哪个特质最重要。现在很多公司在面试的时候呢，喜欢问这样的一些开放式的问题。其实呢，这些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它主要是想要考察的是来面试者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比如说，他们会问，只有4杯水，但是你要给5位领导，你会怎么做？或者呢是把牛奶倒进了大海里，然后你怎么把牛奶拿回来？所以像这样的问题呢，你的答案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你的思维方式，就是为什么你得出这样的答案，才是最关键的。在网上呢有几个比较奇葩的面试题目，今天我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第一道面试题呢，就是面试官他会问你，如果你看见我的鼻子里面有鼻屎，你会怎么提醒我？就是当这道面试题在网上曝光以后呢，就是很多网友都觉得好无聊啊，然后呢也会发现有一些很搞笑的回答，就比如说有些人会说，要不我们一起挖鼻屎吧。还有人呢会回答说，鼻孔不就是用来装鼻屎的吗？当然，这些回答搞笑是搞笑，但是并不能给你的面试加分。网上呢也有几个网友他给出了
回答，就是让别人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的。就比如说呢，有一个人说，我可以问面试官要餐巾纸，跟面试官说我这2天鼻子有些不太舒服，感冒了，所以呢问面试官要一张餐巾纸。那面试官呢就给餐巾纸的时候呢，你拿2张，第1张给面试官。或者呢，第2个网友他可能会说，我最近鼻子很敏感，鼻子里面总觉得有异物，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很多人都会觉得，哎，这样说话累不累啊？我毕竟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哄人的。但是呢，如果你只是把这样的面试题当成是检验你说话技巧的这样一道题目，或者呢是觉得这样的面试题很无聊没有意义，那可能你就想当然了。电影《当幸福来敲门》当中就有一个经典的面试。那在面试的前一天呢，主人公克里斯为了付房租，所以呢免费帮房东修理房屋。然后在这个期间呢，他又因为没有交停车的罚单，被抓到警察局待了1个晚上。所以第2天他没有办法，只能穿着工作服就去面试了。当面试官看到他走进来的时候呢，就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他就说有一个家伙来面试，连衬衫都没有穿，你会怎么想？最后如果我录用了这个家伙，你又会怎么想？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听到这样的问题呢，一定会觉得很尴尬。但是克里斯他用1句话就化解了这个尴尬。他说，那这个人穿的裤子一定非常的考究。最后呢，克里斯就在几个面试官的笑声当中拿到了这个 offer。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来公司工作，只要我工作能力强就可以了。但是事实上呢，公司就是一个小社会，谁不喜欢那些会说话、懂得人情世故的同事呢？谁又会喜欢那些说话难听的同事呢？还有一道面试题，它是这样的，他说，王经理今年90岁，那10年后他几岁？很多人看到这样的问题呢，一定会有很多问号。90加10等于100，这不是小学的数学题吗？但是如果你是这么想的，你可就错了，因为10年后他并没有说是哪一年啊，11年也是10年后，12年也是10年后，所以呢，比较准确的回答应该是10年后王经理至少100岁。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回答就可以了，你又错了。那如果在这个10年当中，王经理去世了，那应该怎么算呢？所以说，如果王经理在这10年当中去世了，其实他的年纪呢，也只能算到他去世的那一年，所以10年后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数字。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吐槽，这不是坑爹吗？但是事实上呢，这道问题就是想看你考虑问题是不是全面。那刚才我用到坑爹这个词，它是一个网络用语。我说这道面试题很坑爹。坑爹这个词呢，就是当你在遇到什么事情，你觉得自己被骗了，或者觉得自己心里很不满的时候，你可以说坑爹，这不是坑爹吗？再来分享最后一道面试题。那这道面试题是这样的，他说，如果我眼睛看不见，你怎么告诉我黄色？就是说你怎么来跟我解释黄色这样一个概念。那据说呢，这道面试题是一个很大的互联网公司招聘产品经理的时候的一道面试题。那有些人可能会说很简单啊，如果你没有视觉的话，我可以用比如说用嗅觉，比如说你可以说是向日葵，或者是
小雏菊，因为你可以闻到这个黄色的花的香味。要不呢就是味觉，比如说黄色的一些水果，香蕉啊，还有什么橙子啊，要不就是触觉，比如说阳光，还有你脚踩在沙滩上，这样的一个触觉。这听起来呢是很有创意的。那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产品经理的思路。这位产品经理说，首先呢，你要确定这个人他是他是个盲人，但是他眼睛看不见，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先天的就是他出生的时候就眼睛看不见，后天的呢就是也有可能是他出生以后由于事故啊或者疾病导致他眼睛看不见。那如果是先天的，就表示他对黄色没有任何的概念。但是如果他是后天的，那也许他对黄色是有一定了解的。然后呢，你就需要想要让一个盲人知道黄色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那他是想要了解黄色，是想要让之后自己的生活更加便利，还是他仅仅是出于好奇心，我就是想知道黄色？那最后呢，才根据他的需求来制定计划，怎么跟这个人来介绍黄色。那这里的盲人呢，其实指的就是公司的客户，而黄色就是产品。这道题呢，其实考你的就是看你能不能站在客户的角度，用客户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讲客户不了解的概念，或者来介绍客户不了解的产品。所以呢，我觉得上面我跟大家分享的这几道面试题呢，其实还是很考验就是面试者的应变能力的。那我自己在面试的时候呢，没有碰到过特别奇怪的面试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些奇怪的经历、奇怪的面试经历？如果有的话呢，欢迎在留言里分享给大家。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词汇。临时表示暂时的、一时的。他现在住在我家，只是临时的，他找到房子就搬出去。他临时住在我家，马上就会离开的。临时还表示事情将要发生的。他本来决定要去，后来又临时改变了主意。我临时有事，所以不能参加这个会议了。狗血，网络用语，用来形容电视剧中被不断模仿的剧情，拙劣的模仿或很夸张、很假的表演，也用来形容发生的事情很夸张、很荒谬。这个电视剧剧情很狗血。怎么总让我碰到这么狗血的事情？打交道、交往、联系、接触。他是一个会计，经常跟数字打交道。和他打交道久了，就会发现他是很温柔的人。不择手段，指为达到某种目的，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使出来。他做事一向不择手段，和他打交道要小心。他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奇葩，原来指奇特而美丽的花朵，常用来比喻不同寻常的优秀文艺作品或非常出众的人物。现在也经常用来表示一些思维和正常人不同的人，或者让人难以想象的行为。唐代诗人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历史上的两大奇葩。
他就是个奇葩。对于他的奇葩行为，我一点不觉得奇怪。想当然，单凭主观经验或推测，就认为事情可能是或应该是这样。很多事情都需要验证，不能想当然了。我想当然地认为他一定会来的，没想到他不想来。尴尬，处境困难、窘迫、不知所措，不好处理。他自己说了半天，也没有人搭理他，非常尴尬。你有过尴尬的经历吗？人情世故，成语，意思是指为人处事的方法、道理和经验。他都已经40岁了，还一点不懂人情世故。吐槽，嘲讽，抱怨。他忍不住吐槽他的老板小气。公司的这条规定真是莫名其妙，怪不得有这么多员工吐槽。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你们可以到我的 Patreon 上去下载今天的文本和词汇列表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